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最近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其实也没多粗，就是不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没看清，你们再看一下。对。你们很善良，好 ，OK，对我从来不敢露腿，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就对我来说，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有些衣服我不敢穿，有些衣服我不想穿，比如说我就不想穿胸罩，别害怕，我现在穿着呢。我不想穿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我说8个小时，谁能下班啊？我不可能上着班儿。领导正跟我谈话呢。我说，哟，8小时了，我的胸罩下班了。解脱了。而且夏天穿也很热。对吧？女生知道，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我都想跟他们说，胸大胸二啊。难为你们了，今天外边太热了，来把棉袄穿上吧。除了很热，也很麻烦，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一件衣服，就是口罩。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司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N95。”我试过很多方法，怎么可以不穿？比如胸贴，但胸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这是我护膝。”胸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我就只能捶胸脯。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我说 rapper 肯定带了。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我很佩服她的勇气，但就有人评论她说她这样扰民。我说她怎么就扰民了啊？她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如果你觉得她扰民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警察说有噪音吗？什么噪音？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他怎么就扰民了啊？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同样都是不穿，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好看，爱看，想谈。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除了网友不理解，很多父母也不理解。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他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我说怎么保护啊？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保佑你逢凶化吉。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那才真正的好兆头。我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啊，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女生挑起上肩带，流氓说快跑，有胸罩。咱俩分开跑，他一个能扣俩。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可以防止下垂。她说你看内衣广告说了，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能够对抗重力。我说对抗重力，这么厉害的科技咋不用来发射火箭？回头采访马斯克说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对，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多一点自由。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是一个兼职脱口秀演员，我现在业余时间还有一份全职工作。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监。对。在公司基本就属于中层，还有一个老板，一个下属，没有同事。就这老板还要天天开会跟我们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一共3个人，啥战略啊？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我们公司真的特别小，有多小呢？我们租那个写字楼以前是个酒店，我们公司就是个标间儿。而且它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很多。我们公司没有打印机，却有一个浴缸。浴缸里还堆了很多杂物，什么吃的喝的。有一天客户来了，老板当着他面跟我说：“你去浴缸里给客户拿点水。”前2天我下属还辞职了，我们公司连群都没有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你说脱口秀不怕老板知道吗？我不怕，因为你看我有2份工作，我们老板有4份。一个公司2个人6份工作，我们公司就业率300%。你要想实现就业率100%，还得雇4个街溜子。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全职员工嘛，前2天老板又雇了个兼职，是兼职 CEO。听说过吗？兼职 CEO。你们哪个公司 CEO 年薪是日结的？平时我都不太敢给他打电话，因为害怕他还有什么别的兼职。我怕我打电话，我说老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老板说一会儿签，等我送完这单。不光公司奇葩，老板还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哎，你们能相信吗？前2天我老板让我值日。我说值日是不是应该轮流值日？我没见过谁一个人值日，一个人那就不叫值日，一个人那就叫保洁。我现在都害怕，我以后去面试，人家问我有什么工作经验，我说打扫过标间儿。就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前2天又跟我说，你以后每个月要读1本书。哎，你们发现没有？老板只有在这种没有用的事上跟你提的要求才特别清晰，正经工作上的事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让你干啥。哇！
你看每个月读一本书，非常清晰可量化，然后一到工作就跟你说，把这个弄一下，把这个弄一下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听到人类说一句话，主谓宾都不知道是啥，是把这个弄一下，谁弄一下？把哪个弄一下？什么叫弄一下啊？就这句话，老板可以让我干任何事儿。老板就算让我杀人都可以说把这个弄一下。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他居然跟我说你去起草一个自愿降薪协议。我说怎么你要给我降薪，协议还得我自己写啊？你要勒死我麻绳还得我自己编？你这就相当于潘金莲跟武大郎说大郎煎药了。而且什么叫自愿降薪啊？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都是想找老板谈话。我说老板，我来公司这么久，也该给我降薪了吧？现在好几个猎头联系我，他们给的比你少多了。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过生日许愿都是升职降薪。我看网上有人发帖又降薪了，我赶紧在下边接。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这一次他居然要给我转成兼职。我说我不缺兼职。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霸道总裁。他跟我说，虽然我给你转成了兼职，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别的工作。我说怎么，您还要给共享单车上锁啊？不过降薪也有一个好处，我发现老板跟我说话都客气了很多。以前老板就是跟我说你这个不行，现在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哈。我说那不行的话，那你把这个弄一下。哎呀，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老板给我降薪，我就只能把老板写成段子；老板给我降薪，我就给你们带来欢笑，这就是降本增效。谢谢大家，我小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小海。我今年已经结婚8年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我老公现在全职在家炒股。你们知道全职炒股有多花钱吗？我甚至希望他全职花钱。他炒股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没有办法辞职了。本来我都打算辞职了，全职搞喜剧，但你知道一个家里不能一个人全职搞喜剧，一个人全职搞股票，2个人都在搞笑。我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说我老公是干啥的，因为他们那个回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老公死了。你老公干啥的？全职炒股，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好好一个人可惜了，家里老人还不知道吧？所以现在别人再问我老公是干啥的，我就说他是3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过他现在也没闲着，他现在开始搞一些副业，他现在开始写小说了，已经写了10万字，还成了签约作者。那天我看了一下，每天收入还挺高，每天能挣5毛6。朋友们，我老公还没我余额宝挣得多。日薪5毛6，月薪16块8，就他这个工资，都买不起爱奇艺的会员。以前他看不起我说脱口秀，现在是真看不起了。日薪5毛6，哎，你们知道吗？一度电就5毛6。他每天吭哧吭哧写半天，还得用2度电。每天用2度电挣1度电钱。这个梗是他给我的，我给他转了200，够他干1年的。他那个小说我看了，10万字，你就感觉字里行间流出大大的2个字：垃圾。
但我还是跟他说写得好，因为我觉得作为妻子，我应该支持他创作，因为这个赔得少。不过我觉得他炒股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感觉他好像越来越贤惠了。他赔的钱越多，他会做的家务就越多。现在每天给我做早餐，还目送我出门上班。我觉得好像男人拥有的财富越少，这个男人就越好。男子无才便是德嘛。我觉得咱们这个股市啊，就是好男人的生产线，好女人的加油站。真的，姐妹们，以后你们找对象不用上什么约会软件，你就上同花顺。一个渣男都没有呀！哎，全中国的好男人都在上面趴着，你看他怎么对股票，他就会怎么对你。你看他那股票都腰斩了，他还是不抛弃。所以，就算你哪天上半身都没了，只剩2条腿，他也会坚定地看着你说：“我相信你能长回来。”上讲这，谢谢大家，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我已经结婚8年了。之前有一阵儿，我跟我老公是异地。其实我觉得异地婚特别好，真的。今天如果有没结婚的朋友，我跟你们说，结婚就要结异地婚。真的，下次我还结异地婚。真的，之前还总有人很担心我，跟我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你不担心你会离婚吗？”我说：“离婚不就是为了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就你不用离婚，你就能享受到离婚的自由。真的，姐妹们，一个人住真的太爽了。你再也不用每天回家看到一个人，他在家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根本不会直立行走。你说他是不是不是人呢？”不光是我觉得我老公他也过上了所有已婚男人最羡慕的生活，有婚姻没老婆。就你不用失去你一半的财产，就可以轻松的失去你的另一半。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再也没有一个人夏天睡觉不管多热，永远都不让他开空调，而且还会让他做一件人类永远做不到的事儿：你别热。再也没有一个人天天催他洗澡，一回家就跟他说：“哟，咱们家怎么这么臭啊？什么东西坏了？是你吗？”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他根本就不想离婚。就算是我跟他说我们离婚吧，他都会跟我说：“离婚证不就是一张纸吗？为什么非要看中那张纸？最重要的不是咱俩的感情吗？只要咱俩的感情足够淡，离不离婚又有什么差别呢？”如果说这个婚姻是围城，对吧？外面人想进去，里面人想出来，我感觉我就是骑在墙上，就进可攻退可守，你知道吗？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已经离婚了，已经出了围城了。我说你出去干嘛？你上来呀！所以我现在真的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聚少离多。我说这不就是我维持婚姻的秘诀吗？还有人问我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你不担心你老公会出轨吗？”我说我不担心，因为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我觉得安全感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有多长时间没见他，但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他有多丑。异地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人催你生孩子。之前我老公也总是催我生孩子，他跟我说：“你生个孩子吧，我真的很想当爸爸。”我说我也想当爸爸。因为我觉得当妈妈比当爸爸难多了。当妈妈往往就意味着牺牲。你看，你要当一个好母亲，你要像那个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你要成为烛光里的妈妈。但你要当一个好父亲，你只需要买几个橘子。不过后来他也成长了，也想通了，跟我说：“你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我真的很感动。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他真的连橘子都懒得买呀。谢谢大家，我小海。